据微信公众号东部战区消息，5月23号7点45分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与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5月23号至2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舰机抵达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5月23号，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乌丘与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检验联合巡航、快速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520讲话，国台办一连2天作出强力回应。继20号揭露赖清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之后，21号发言人又将其演说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一定性释放了哪些信号？陆续出台的反制惩戒措施涉及美方10多家企业及个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报道。外交部22号发布消息称，由于美方操弄乌克兰危机，对多家中国实体滥施非法单边制裁，以及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部分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标枪合资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通用动力信息技术公司、通用动力任务系统公司、海岸间电子公司、系统研究与模拟公司、铁山解决方案公司、应用技术集团、阿克西恩特公司等12家企业，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高管人员名单则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的10名总裁及副总裁等高管，中方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近来美加强对台军事勾连，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后，中方已连续多次对相关美军工企业及高管人员进行精准反制。这次被反制的美军工企业中，洛克希德马丁与雷神长期参与对台军售，性质恶劣，早前已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处以处罚措施。在军工行业中，这2家长期位居全球军售前3甲之列，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业务。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此前一天，外交部还宣布对美国威斯康星州前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采取反制措施。加拉格尔是美国国会的反华急先锋之一，曾于今年2月窜台，还是 TikTok 法案的推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进一步表示，加拉格尔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干扰破坏中美关系，性质和影响都十分恶劣。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对于顽固恶华反华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中方都将依法予以严惩。3月，加拉格尔突然宣布辞去众议员职务，有媒体曝光是因为他卷入了美国国防部的交易弊案。深圳卫视注意到，他已经加入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这家智库近年来汇集了一大批反华政客和所谓学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供职于该所。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去年也被中国政府制裁。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国打造的涉外反制法律工具篮子日渐充实，在本轮精准制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都具有较强的穿透力。换言之，威力远比此前的工具要大。公号玉渊谈天曾指出，对公司的制裁同时还可以穿透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探到其实际的控制人。这个实际控制人很可能是一个自然人。我们最终不是完全追究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而是去制裁实际控制人经营的其他的公司。近年来美国干涉台海的方式越来越多，花样层出不穷。
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反制的战略工具箱也在不断充实。除了我们针对美国公司、实体、个人越来越精准有力的制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都能够在美国干涉台海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职当天，赖清德厚颜无耻地鼓吹世界承认台湾，但事实是，世界上183个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实际上参加520的所谓友邦代表也大幅缩水，与此前相比有3大趋势：一是参加的友邦代表人数大幅下滑，由于2020年未对外邀约，与8年前相比，这次参加的人数锐减1/3；二是参加的所谓邦交国数量骤减，8年来已经10个邦交国弃台而去，今年仅剩12个所谓友邦派员参加；三是参加人员层级降级明显，例如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就明确拒绝出席，降级派外长参加。岛内舆论还注意到，民进党方面曾多次邀请目前没有担任日本政府职位的麻生太郎赴台参加，但遭到了后者的多次推脱，直至拒绝。我们只剩12个邦交国，这是硕果仅存的。那其实都被民党执政之后败光光了，包括我们非洲的友邦、中美洲的友邦，包括巴拿马、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一连串的都是民党执政内一直断交啊。有岛内舆论认为，不排除近期再有友邦与台湾断绝官方联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马准威认为，危地马拉的可能性最高。5月初，巴拉圭总统也表示，不排除与中国大陆建交。此外，伯利兹、海地等国也在动摇名单之列。在蔡英文任内，我们断了10个邦交国那断了10个邦交国，那现在看起来还有几个国家看起来是摇摇欲坠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上来以后，马上要面临考不好是雪崩式的断交？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赖清德走马上任第2天，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帕罗林就对媒体表示，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并表示梵蒂冈可以考虑为此制定新的外交方案。观察指出，这一表态显示台湾失去欧洲唯一的友邦的可能性大增。对于梵蒂冈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予以积极回应。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我们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台湾的所谓邦交国不断的减少，甚至最终消失，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也反映出了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外交部祭出反制举措的同时，国台办也连续2天发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21号的答记者问中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昨天的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大肆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住民自决等分裂谬论，极力祈求外部势力撑腰打气，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可谓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充分证明其是岛内主流民意的背叛者，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是在贩卖两国论，搞台独证明，表明其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露出台独真面目，态度极为猖狂，主张更加激进。必须指出的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仅没有回答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妄图改变两岸关系性质，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挑衅。陈斌华说，必须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自吹自擂，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世界的台湾，无非是想祈求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撑腰打气，更加死心塌地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必须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怎么奴颜卑膝，向外部势力献媚求援，也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台独是绝路，妄图以外谋独，只会自食恶果，棋子必将成弃子。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极力渲染大陆威胁、灰色胁迫，鼓噪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强化国防力量，发挥威慑力量。必须指出的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是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我们必须反制，必须惩戒。台湾地区领导人煽动反中抗中情绪，妄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祸。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打着和平共荣的幌子，空谈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两岸可重启观光交流，学卫生来台就学，让某些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其有改善两岸关系的善意诚意。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居民学生不能赴台旅游就读，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所造成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仅不痛改前非，还给旅游就读附加上双边对等的前提，这当中哪里有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改善岛内经济民生的真心实意？陈斌华最后强调，不管他讲什么、怎么讲，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有相当多的刻意包装、欲盖弥彰的部分。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地抛出各种各样的台独论调，但同时他也通过一些语言文字上的矫饰来粉饰太平。读完这篇回应，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为何说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书，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他究竟独在哪儿，他的台独谬论究竟歪在哪儿、错在哪儿。赖清德520讲话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普遍失望且高度忧虑，认为其言论以抗陆谋独为主轴，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前景，恐让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还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520讲话显示出台独分子对大陆实力的恐惧，对台独空间压缩的焦虑。然而，这种最后一搏必将迎来强力反制。本月20号前，岛内舆论及不少党派团体不断呼吁赖清德对大陆释出善意，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赖清德520讲话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53%的岛内民众不信任赖清德的两岸政策。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赖清德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把两岸关系定位成两国论，无视两岸之间最近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善意。我们很担心这样子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造成难以逆料的一个冲击。一句话就是依两国论，明确的台面化，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我感到忧心。同样对赖清德台独自白不满的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认为要对赖清德听其言观其行，看3个月，看到底他是怎么做。岛内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指出，赖清德520讲话是掩饰和包装后的台独野心，实质是企图搞和平分裂，释放出敌意、挑衅的危险信号。演讲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善意，只看到高调的要搞两国论，根本是继续对抗、恶化现状。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认为，赖清德已经把释放善意的路给堵住了。他之所以如此着急表现出台独本性，是因为他意识到留给台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知道他们对陈水扁2000年的就职演说
他的回应是听其言观其行嘛。对。那蔡英文2016，他的反应是未答完的考卷。那对赖清德的定位就是确定了啦，就是台独了啊。也就是说不用听其言观其行了啦，也不用补考了啦啊，就是台独了。然后目前的定位是只有一句话，就台独死路一条。那他为什么选择亮牌？因为他觉得时间对台独不利。那时间对台独不利，就是我可能会被逼着要去谈这种问题。所以我就把我的底牌亮出来。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认为，随着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台独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赖清德这次是企图最后一搏。赖清德走的是险棋啊，对，某种程度上他也知道后果，他认为是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后一击了。成则成矣，不成哈，反正我儿子孙子已经做美国人了，我到时候哈乘浮浮于海，美国的这个好飞机接我也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认为，美国政府纵容了赖清德的此番讲话，美方使出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大陆，赖清德则甘当棋子。赖岳谦提醒，中国大陆并不惧怕美国打台湾牌。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知道赖清德怎么写了，所以他讲的那套话什么，哎呀，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你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是嘴巴，但是你的行为里面是告诉赖清德搞这两国论。赖清德当然就很开心了嘛，因为刚好符合赖清德的本意，赶快写出两国论。我看你美国，你一贯说一套做一套，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啊也没有那么在乎了，就是该打就打，该谈就谈，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杏仁认为，美国如果看过赖清德这篇文稿，就是错估两岸形势；如果没看，赖清德也未免太大胆了，字字称两国，句句表台独心迹。这篇520文稿的后遗症恐怕将很严重。居然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牵扯到整个当时候郑成功时期、明朝时期，那我觉得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事实，可以看出他想要寻求文化台独的这个用心。台湾中国时报21号刊发社论指出，赖清德的讲话少见两岸联结的温暖，多的却是制造两岸对立的语言。这是民进党及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中两岸政策立场最硬的一篇，让社会失望至极。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赖清德的两岸政策论述让缓解两岸敌意的契机尽失，两岸关系已在谷底盘旋8年，未来4年台湾民众恐怕还得系好安全带。岛内学者也召开研讨会，分析未来两岸关系走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在21号举行的一场学术座谈会上表示，近期大陆各央媒评论用词都较国台办更加强硬，新华社则批评赖为麻烦制造者，且比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更毒，用词非常重。他认为大陆对赖清德的定性很难改变，转圜空间小。对于未来，王信贤研判，大陆对赖清德的施压政策将持续，各部委可能正在清点工具箱，相关政策会陆续推出。赖清德台独自白也继续撕裂岛内社会，蓝绿白三方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武行一事也持续发酵。根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支持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力挺改革法案，批评民进党的声量约占65%，赞同绿营论述的则不到15%。不少岛内网友呼吁下架民进党。在当前南海局势因菲律宾频繁侵权挑衅中国而持续升高之际，3艘印度军舰日前抵达马尼拉访问，还将与菲律宾海军举行演习。一段时间以来，印菲间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印度在其中打着怎样的算盘？来看报道。据《印度时报》21号报道，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司令丹哈尔海军少将指挥德里号导弹驱逐舰、沙克蒂号补给舰和契尔丹号反潜护卫舰19号抵达马尼拉，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报道称，这是印度为加强与友好国家海上伙伴关系而进行的南海远程部署的一部分。丹哈尔宣称，印度和菲律宾有着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方面。
两国海军有着深厚友谊，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参加海上伙伴演习。除进行联合演习外，访问期间，菲律宾和印度海军还将进行各种专业互动，包括主题专家交流会、互访舰艇、文化访问等。值得注意的是，印菲海上力量近段时间的互动趋于频繁。上月，印度海岸警卫队的一艘污染控制巡逻船访问了马尼拉港。去年12月，印度海军卡德马特号反潜护卫舰也访问了菲律宾，期间还与菲海军举行联演。但此次印度海军访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军舰实力上，都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当前中非关系紧张，而印度则在陆上边界问题与中国存在争端，两国此时展开军事合作，无疑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我想这种军事合作呢，其实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菲律宾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的一种策略。同时呢，印度呢也想从其干涉南海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牵制中国在陆上捍卫边境的资源和注意力。所以呢，两者在对抗中国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达成了一些共通性。这就是双方所要传递的一些信号。作为此次赴菲律宾的3艘军舰之一，德里号是印度海军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德里级的首舰，1997年11月服役。该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6700吨，最大航速32节，续航力5000海里，主要用于防空、反舰、反潜作战以及协同航母行动。去年1月，德里号完成了为期近1年的现代化改装，除了更换雷达和电子设备外，德里号最大的变化是撤换掉原舰首的4座4联装俄制天王星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取而代之的是2座4联装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增强对海打击能力。印俄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被认为是印度的明星武器，其采用了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速度2.8马赫，基本型的最大射程可达290公里。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做到了一弹4吃，除了能从水面战舰、潜艇上发射外，该导弹还有3联装的陆基发射车型号和空射型号。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努力扩大布拉莫斯导弹的外销市场，菲律宾是其客户之一。就在上月19号，印度交付了菲律宾采购的首批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是印度首次向其他国家出口该导弹，也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国防出口订单，合同总价值达3.75亿美元。菲前防长洛伦扎纳曾形容，这款导弹将成为菲律宾拥有的第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根据规划，布拉莫斯导弹将最先装备于菲律宾陆军，用于执行近海防卫任务。此外，菲律宾空军也将装备该型号的导弹。这种局面的形成呢，实际上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呢，会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它实际上也刺激了地区，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给地区造成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在访问菲律宾之前，印度海军编队还到访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在分头访问越南金兰湾和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刘畅认为，印度是不具备拉拢更多东盟国家搅乱南海局势的能力的。一方面是中方有很强的反制能力，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除了菲律宾，也对域外国家搅乱地区局势的意图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相关国家也并不支持菲律宾方面近期撕毁与中方的君子协定、升高南海局势的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非主流媒体《马尼拉日报》曝光电话录音，证实该国一位海军将领与中方官员就南海风险管控达成的共识的消息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将这位军官解职，并宣布对他进行调查。在22号的听证会上，这位非海军军官否认与中国达成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回应表示，无论是中非之间就妥善管控南海局势达成的君子协定、内部谅解还是新模式，时间线都清晰明确，事实板上钉钉，证据确凿无疑，谁也抵赖不了。菲方将有关当事人解职，恰恰说明中非曾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过共识。菲方出尔反尔，倒打一耙，恰恰证明其在仁爱礁问题上心虚了、胆怯了，也证明菲方是背信弃义、侵权挑衅的一方。